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跟老公约定好，婚后双方家长各出资60万帮衬全款买房，没想到最后房子竟然写了婆婆的名字。婆婆表示要来同住当主人住主卧，还扬言生不出儿子的话，那新房一间房间也不会给我留。我表示可以，那就给我父母写60万的欠条，把钱还给我父母，房子我也不住，然后离婚。老公不同意写欠条，也不同意离婚。在我找律师咨询的时候，买通了绝症病人，当街行凶，一刀捅死了我。死后才发现一切都是阴谋，灵魂飘荡到新房，听到老公和一个孕妇聊天，计划同样找绝症病人害死我父母。对父母的担忧使我灵魂一阵飘散，顿时眼前一黑。再醒来，发现自己回到了买房的那一天。老婆，丈母娘给你的钱，你先给我转过来吧。咱们看好的那个房子销售跟我说有人多出钱买呢，咱们先定下吧。你说呢？电话里传来老公王安之的声音，听得我一阵恍惚。我不是被人捅死了吗？老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是不是胃疼得厉害呀？能给我转钱吗？王安之的催促声，还有肚子传来的剧痛把我唤醒。我意识到竟然回到了买房这一天。上一世，在我们结婚1年之后，婆婆说存款再有1个月就到期了，可以取出来给我们买房了。我和王安之便开始看房子。忙活半个月之后，终于看中了一个1中的学区房，是个大2居。结果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胃疼，王安之就是在这天也是这样给我打电话，同样的说辞，骗走了我妈妈给我们买房的钱，买了房子，结果写上了婆婆的名字。我跟王安之是相亲认识的，相处了1年，各方面都很合得来，于是双方家长就敲定了我们的婚事。订婚宴上，婆婆表示自家里有60万的存款，但是存了死期还没到期，拿出来要损失不少利息，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可以先结婚。这60万存款到期了，就拿出来给我们买房。至于彩礼另外去借，也不能委屈了我。鉴于王安之这1年来的表现，我爸妈都很满意，当即表示同意，就当扶持小家庭。他们也要拿出60万来帮衬我们买房，但是房子必须要写上我的名字。婆婆也是立马就同意了。谁曾想都是阴谋。老婆，你能听见吗？王安之急切的催促声把我从上一世的回忆中叫了回来。能听到。老公，我就是刚刚胃太疼了，那怎么办？老婆，那你还能给我转钱吗？王安之焦急道。上一世我也是太傻，之前王安之肯定会先担心我，现在话里话外只想把钱拿到手，他在这天就已经暴露了。我竟然还蠢到相信他给他转了钱。老公，你今天临时跟我说，这房定得太突然了。我妈的钱之前投了一个亲戚的项目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说是2个月能翻倍。我妈想把钱都给咱们出了，毕竟你妈的钱是你爸爸的事故赔偿款。我妈于心不忍。王安之第一反应就是我妈被骗了，60万泡汤了。老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不会被骗了吧？赶紧报警吧。没事的，老公，是我远方表哥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妈的60万都是跟我表哥做投资挣的呢。刚开始本金只有10万。王安之半信半疑地问道：那咱们得房子怎么办？这个房子再不买要被别人买走了。老公，我也喜欢这个房子，但是我妈已经投资了，再有2个礼拜应该就可以翻倍了。咱们要不再等等？那可是120万呀，到时候你妈的钱也能留下来。
王安之在思考了片刻，也表示了同意，也没再说别人要高价买了。毕竟今天买房也就是个借口而已，我没提起，他自然也很识趣地接过了，打发了王安之，抱着侥幸的想法，去厨房打开了冰箱。果然在冰箱里面发现了过期的牛奶。我从小就有胃病，稍微吃一点生冷过期的东西就会胃疼。想到了上一世灵魂看到的画面，王安之为了给外面的女人名分和孩子置办房子，原来这么早就开始筹谋了。喝了胃药正睡觉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接到了王安之打来的电话：“老婆，我今天和我妈有点事，就先不回去了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老公明天就回去。”“好呀，老公，那你今天不回来，我就先回娘家了。想也能想到，房子没买成是去安抚那个女人去了，正好方便了我接下来的计划。那我明天去接你老婆，顺便帮丈母娘看看，别让人骗了。胃好的差不多，开车去找了私家侦探。我需要先拿到王安之出轨的证据，之后又定了个群众演员，便回了娘家，把事情跟父母和盘托出，只说是自己偶然间听到了王安之和婆婆的对话，发现了他们的目的。毕竟重生这种事还是太玄幻了，说了没准父母不相信，还会担心我。咦，真没想到王安之是这种人，既然都发现了，还是快及时止损吧。妈妈激愤地冲我说道：“妈妈，王安之还想着咱们家的60万，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妈妈，我已经想好应对方法了。你明天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放心，姨，妈妈一定配合你脱离这种家庭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安之便上门来接我。知道他来后，我立马将提前编辑好的短信发了出去：“老婆，我来接你了。”不得不说，王安之在我爸妈面前还是挺会做样子的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给我买的鲜花来了。“老婆，昨天跟我妈有点事，委屈你自己回丈母娘家了。”我微微一笑回道：“没事的，正好我也想我妈了。”王安之自以为安抚完我之后，就自顾自地找我妈聊起了天：“妈，我跟依依这不是要买房了，听说您把钱都拿去投资了，倒不是买房着急，我是怕您被骗。安之，这个你放心吧，妈这么多年的投资都是跟你远方表哥投资的，虽说每次挣的也不太多，但从来没亏过本，这次实在是挣得太多了，翻倍呢。妈想着有这个钱，你妈妈的钱就不用动呢，以后可以留着给你们的孩子呀。”我妈体贴关心的话一传来，王安之虽然心里有点动摇，也还是怕到手的钱不翼而飞，思索片刻，还是踌躇着开口：“妈，这……叮铃铃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我家的门铃就响了。我去开了门，看见来人后，摆出惊喜的表情，喊道：“妈，表哥来了。”小想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妈似乎是看到表哥有点惊讶：“小姨，我最近没事干，就想着来看看您，顺便跟您说说投资的事情。”我妈为难地看向他：“小想，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这个事情。是这样的，你看我在你那投资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呀？咱们都是亲戚，能先拿回来吧？”“能是能，小姨，不过您怎么想要拿回去呢？这次这个项目比以前的都挣钱。”我妈看了看王安之，为难道依依和安之这不是想买房吗？正好就差我那个投资的钱了。”“对呀，表哥，这买房的事确实有点着急，你看能不能先给挪出来？”王安之接着说。表哥看了他一眼，思考片刻才说：“小姨，今天我来就是想跟您说，您那个投资已经赚了一半，就是30万了。我建议您还是本金留着，着急的话，我把30万先打给您，急用您说呢？”“这
小姨，再有2个礼拜，60万就变120万了，真的要拿回来吗？表哥循循善诱，我妈还佯装思考，王安之便已开口：“表哥，那你先把30万给妈转过来吧，我们加上我妈的钱，起码可以先付个首付。”王安之这样也是想看看是不是我妈被人骗了，毕竟现在有很多杀熟盘，得小心谨慎，不能把他即将到手的钱给飞走。没想到表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声，现场当着王安之的面就把30万转了过来。我妈立即就把30万转到了我的卡上。经此一遭，王安之也打消了部分疑虑。等待的半个月里，收集到了王安之不少出轨的证据，还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。在商量好我妈给转账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王安之每晚上都要喝的牛奶里放了少量安眠药，成功在6个贷款平台贷款了90万，打到了他一张不用还没来得及注销的卡上，并且设置了短信和来电，删除了贷款平台软件，确保他1个月之内收不到任何贷款的消息。隔天，我便把这张卡上的90万打给了王安之。我假装兴奋地拉着王安之就要去买房。老婆，咱们看好的那个房子已经被买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怎么办呀？老婆，我也想了好多天了，既然你表哥这么靠谱，那咱们手里现在还有20万存款，加上我妈的60万和丈母娘的120万，一共200万，咱们都拿去投资了吧？你说呢？到时候咱们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没有？现在看房子也需要时间不是？我适时的面露难色，老公，这么多钱，毕竟是投资，也是不稳定的，万一要赔了，咱们可怎么办？刚说完，我妈便打来电话，说是表哥那边又有个时间短的新的小额投资，客户需要资金周转，只要合同谈下来，可以给每个投资的人进行分红，最低投20万。财迷心窍的王安之听到，立马眼睛放光。也是，前有我妈做铺垫，后有真金白银进账，就像我前世相信他一样。王安之也很相信我，毕竟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已经被我知道，还觉得我一心一意地爱着他，自然不可能想到这是我专门针对他的。老婆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那我们先投小额的吧。忧虑假装完了，也应该是时候表示同意了。循环往复，半个月内，王安之先后挣了有30万。之后，表哥就表示，短期投资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只能投大额的了。投多少？1周后都能翻倍，回款又快又容易又稳定，还有我妈担保。王安之就把之前提到的200万和挣到的30万全部投了进去，他已经被冲昏了头脑。这样很好，230万里面有婆婆的60万，我妈的60万，贷款的90万，以及我和王安之的存款20万。1周后，到了回款的日子了，钱只回了150万，说是还需要一段日子。虽然疑惑，但是由于前面表哥的信誉太好了，又确实是拿回了一部分钱，王安之便没有再操心，把一切都交给我打理。而他拿着这150万，带着小三买了套100万的房子，还写上了小三的名字，又大肆购买奢侈品。仅仅半个月，100多万已经花没了。本来还有机会知道真相后还清贷款的王安之，彻底的把自己逼上了不归路。又过了1周后，我跟王安之哭诉，表哥被骗了，这次的投资涉嫌洗钱，钱全让警方扣走了，而且要求他把挣的30万暂时需要交给警方，到了嘴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？况且那钱早就花给了小三了，他哪里还有钱？王安之顿时脸色刷白。李依依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老公，
你帮帮我，先把钱拿出来，以后咱们再挣好不好？这次咱们投资的太大了，我不放心跟表哥一起去谈的。这要是不把钱交给警方，我会被当成同伙要坐牢的。王安之脸色顿时一喜，看向我的时候又换回了心疼的神色。他心里当即就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法，反正婆婆的钱都已经翻了一番还多了，还买了房，小三也快生了。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如何摆脱我，就算赔了点钱，那也是我妈的钱，跟他们家没有什么关系。还在庆幸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经手，如今警方介入，正好把我抓走，最大的麻烦也没有了。老婆，钱都借给我姑姑看病了，暂时没有啊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结果就发生了这种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偷偷拧了自己大腿一把，疼的眼泪瞬间流出来。什么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，你去把钱要回来呀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要钱，没有我也借钱去救你。只不过你也知道，我现在单位晋升也正在备调，这个事情怕是有影响。我们要不先假装离婚，老婆，等你这个事情的影响过去了，我也升职了，咱们再复婚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心中一喜，面上按捺下来，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我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这时候，老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相信我。那好吧，你赶紧先要钱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第一天一早，王安之就拉我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走出民政局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老婆，你先回丈母娘家等我。我去问姑姑要钱，这一等就是1个礼拜。期间我一直给她打电话发短信，直至我再无任何消息。她这时候可能也以为我已经被抓去坐牢了吧。而我正带着我爸妈在三亚玩，在躺椅上躺着，看着私家侦探给发来的王安之跟小三的照片，好好玩吧，以后可不一定有机会了。带着我爸妈玩好回家之后，正好我工作调动到了另一个城市，我们商量了之后，就把房子卖了，搬到了我动作调动之后的城市去生活。毕竟跟王安之的事情还没完，不能连累我爸妈。1个月之后，小三的孩子出生了，是个男孩。王安之和钱婆婆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回到新买的房子里，小三才做了1天的安生月子，第2天便被咣咣的敲门声吵醒。谁是王安之？开了门后，一个5大3粗、脸上有道刀疤的大汉首先出言询问。王安之诧异地看向他，问着：“我就是王安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鼻崽子，既然敢借高利贷，还敢不还？还问我怎么了？赶紧的还钱，不然别怪我弄死你！你2个月前借的90万，连本带息，现在130万，今天赶紧给我还了！”什么？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从来没借过高利贷呀！在被彪形大汉一拳捶到地上之后，看着他带来的证据，王安之此时此刻才想到了我。2个月之前，正是我投资的时候。彪形大汉把家里打砸了一通，留下一句不还钱，每天来搞你，便离开了。看着私家侦探给我发来的战况，我捧腹大笑。下一刻，王安之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我心情颇好的接了起来。王安之暴躁的话语就冲了进来：“李依依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给我借的高利贷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难不成你借高利贷了？你个贱人，你别给我装傻！你不是要坐牢，怎么还能接电话？我现在就去你家，你给我等着，找吧找吧，能找得到才怪。我还要送给你一份惊喜呢。”我向公司请了假，买了机票，回到了之前的城市，挑了小三附近的一个酒店住下，可以从房间直接看到屋里的情形。
我家的房子卖给了一对凶神恶煞的兄弟，王安之去了就开始砸门。过了会见他回家的时候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不出所料，还没消停一会，就有人敲门。算了算日子，也是时候该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了。毕竟给小三花的钱可得给我吐出来。看到气急败坏的王安之，我更开心了。开庭之后，我提交了王安之婚内出轨的证据，以及在婚内给小三花的钱的总流水。90万的贷款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可以被追回的不多，也就是8万块钱。毕竟我们结婚就1年时间，没攒多少钱。我要求8万块钱全部作为赔偿给我。由于证据准备得非常充分，官司赢得异常顺利。出了法院，王安之拦住了我，扬手就准备给我一巴掌。我把脸一扬：“你打呀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”感动我一下，我可以请你去公安局喝茶。你个贱人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恶毒？有你想骗我妈的钱恶毒？有你想让我死恶毒？还是有你养小三私生子恶毒？他表情有一瞬间的愣怔，他以为我只知道了他出轨的事情，现在是在报复他。没想到所有的事情我都清楚。他装也不装了，露出了阴狠的表情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贷款也是你故意搞的鬼。你别得意，那是在婚姻存续期内借的，就算离婚了也有你一半债。你真的借贷款了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那借出来的钱呢？我怎么没见着呢？看着他越来越阴沉的脸色，我继续刺激他。那你骗走的80万呢？我也会去告你。哈哈哈，你不会是气糊涂了吧？那60万本来就是我妈借给你的钱呀，那20万不是你为了孝敬我妈给她的利息吗？王安之一愣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你个贱人，你敢骗我？说着就要跟我动手，也不看看地方。这是法院大门口，在他没打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哎呦一声，惨叫着倒在了地上。王安之当即就被执法人员扭送到了公安局，但是我表示并不追究，王安之被拘留了。24小时就回到了家里，如果追究的话，怎么能看到接下来的好戏呢？打了一场胜战，我美美的点了外卖，在酒店边吃边看向了小三的家里，等着吧，王安之，还有大礼要送给你。此时王安之在家里气得摔大了好些家具，怎么戾气这么重呢？好歹这些家具也能还一部分贷款是不是？这几天高利贷天天上门催债，把王安之弄得焦头烂额。果然在绝境之下，王安之还是找了上一世的那个绝症病人，这次不仅想把我杀死，还想把我爸妈一起杀死。听到私家侦探传回来的消息，我心里庆幸提前把爸妈安排在了别的城市。我报了警，把证据提交给了警方，然后天天出门逛街，还挑了人少的地方。果然在一条小巷子里，有一个拿刀的人向我冲了过来。不出所料，绝症病人当场被警方抓住，王安之还在等消息，结果等到的却是警察。这个绝症病人当然什么都交代了，上一世为了钱杀我，也是为了给自己家人留点钱。在警察的审讯下，知道犯罪会祸及3代之后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王安之见到警察来抓他，情急之下竟然逃走了，路上被车撞到，当场被送去了医院就医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去看了他。前夫哥，你还好吗？他伤到了声带，暂时说不了话了，一双眼睛死死瞪着我。哦，对了，前夫哥，我还要再给你一个惊喜呢。说着便从包里拿出来私家侦探拍到的小三照片，递给他看。那，你看，这个是你的小三吧？他旁边这个男人是谁呀？好像不是你哎。
王安之不能说话，眼睛大正盯着照片，仿佛死不瞑目一般。不过很可惜，他最终还是活过来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王安之便让钱婆婆回家里去找小三，要做亲子鉴定。没想到一回家中，床上只剩下一个昏迷的婴儿。小三在钱婆婆照顾出车祸的王安之的时候，早就不堪其扰，留下孩子跑了。婆婆取了孩子的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孩子毫无疑问不是王安之的。这下孩子妈也不见了，儿子也被车撞了，之后还要去坐牢，留下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和可怕的高利贷。处理好了这边的事情，我的假期也结束了，又回到了爸妈的身边开始搬砖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直到有一天在刷视频的时候，竟然刷到了钱婆婆。钱婆婆竟然把那个孩子给卖了，还被警方给抓住了。这一家人可真行啊，不愧是亲母子。托了之前的朋友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后续。钱婆婆一边照顾王安之，一边照顾小孩。王安之好了之后被判刑，判了5年。儿子是指望不上了，就想着指望这个孙儿吧，事到如今了，管他是谁的种呢？结果回了家之后，用钥匙开不开门锁，叫了开锁师傅开了门，刚进去就有一对小夫妻赶回来了，并且报了警，说他非法撬锁入侵住宅。钱婆婆傻了眼，才知道了小三不止丢下孩子跑了，还把房子卖了，卷款跑了，又加上高利贷，天天上门催债，找不到王安之，只好找他妈了。于是钱婆婆一气之下把孩子给卖了，不止孩子能养老，有钱也能养老。结果买卖孩子的当天就被警察给抓了。听朋友说完，我心中也是五味杂陈，这一家子可太不是东西了。不过也算是遭到了报应，母子双双把劳作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终于是对上一世惨死的我有了交代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警方突然联系到我，说是王安之想要见我一面。在见到王安之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很是平静，一开口就是你也重生了吧？笑话，警局那么多的摄像头，我是脑子傻了才会承认。王安之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重生？被关出来精神病了？别装了你，要不是你也重生了，你为什么会不听我的？你早就死了，我车子房子儿子全有了。王先生，纠正你一下，儿子是你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现在变成这样，不都是因为你出轨被我发现了吗？对于王安之的重生，我当然是欣喜的，让他感受到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感觉才最爽，不是吗？在我的工作生活回归了正轨之后，我爸妈在旅行的路上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货车撞到，当场失去了生命。死亡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，瞬间夺走了他们的笑容和活力。我紧紧闭上了眼睛，深深呼吸着，却无法控制自己即将流下的眼泪和摇摇欲坠的身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一世我明明都改变了一切，爸妈还是会出事情？与此同时，朋友那里传来了王安之的消息。王安之在狱中发疯自杀了，嘴里还一直喃喃道：“只要他死了，又会重来”之类的话语。突然想到了爸妈的去世，茅塞顿开的苦笑一声：“重生不需要代价吗？”王安之重生在这个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无疑是最好的结果。他不会再重生了，死了就是死了。今后我会带着爸妈的份，幸福开心地活下去。我叫林梅，是依依的母亲。女婿王安之对女儿很好，通过多方试探女婿，觉得他是个良配，于是放心让他们结婚了。本来心疼女婿失去了爸爸，我们又只有一个女儿，便没有在结婚的时候太为难他们家，并且决定帮衬小夫妻一把。
和亲家一起把婚房给买了，之后打算财产也都留给小两口。刚买完房，女儿闷闷不乐地来找我，但是问她什么，她都不说，只说是想我了，想多陪陪我。谁能想到，没过几天就听到了女儿的噩耗。为什么我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女儿会被人害死？可是那是个绝症病人，也没几天可活了。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2个老人瞬间失去了主心骨。思来想去后，也是想到女婿王安之，毕竟依依嫁给他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就算凶手不久于世杀了人，那也得一起想想办法，能不能给我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。失魂落魄地走到女婿的家门口时，大门却敞开着，大概是有恃无恐。我们听到了他和一个孕妇在讲话，我们才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这个好女婿一手策划的。当即就愤怒地冲击去质问他，却被他失手打死。弥留之际，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女儿。妈妈错了，如果有来世，再也不要干涉你去结婚生子，只要你能活着，不管什么代价，爸爸妈妈都愿意替你承受。我叫王安之，踩点了好长时间，我摸清了李依依和她父母的爱好。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，中产阶级，有点钱，但也不是太有钱。毕竟我只想要吃绝户，太有钱的大概率也有权势，很容易翻跟头。相处1年之后，我们终于结婚了。本来想着平安无事吃个绝户就算了，没想到我外面的女人竟然怀孕了，要闹到李依依面前，这怎么行？那我还怎么吃绝户？但是我也舍不得儿子，不得已，正好我妈的存款也到期了，想起来她妈妈要支持我们买房，就和我妈商量，把主意打到了房子上。最后李依依没钱，只有我。那时候就算她发现我有小三，又能怎么样？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房子买了，也写上了我妈的名字。可是李依依非要闹，要不给她妈写欠条，要不离婚。欠条是不可能写的，婚也是不可能离的。毕竟她妈妈那里现在还住的那套房子，也值不少钱呢。于是我妈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这个事情也进展得很顺利，唯一不顺利的是在我们庆祝的时候，竟然让李依依的爸妈听到了这么多的事情。争执间，我失手打死了他们，这下完蛋了。本来我可以轻松过上小康生活，让自己从杀人里面摘出去，这下全完蛋了。执行死刑那天，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，可是一睁眼，我又出现在了监狱里。通过职业狱警的嘴里，我才明白了我重生了。可是太迟了，为什么这一世我又不小心沾染了这么多的事情？虽然也在监狱里，但是事情的走向不一样了。所以我猜测李依依也重生了。我约见了她，她果然重生了，但是她的嘴巴太严了，什么都不说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都能重生，那我也能再重生。于是我一咬牙，一头撞死在了监狱的墙上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我和老公结婚1年后，婆婆知道我们暂时还没有生娃计划，她就主动提出来要来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，好让我们先拼事业。老公问我意见，我想着我们的事业正在上升期，确实是没有多少时间做饭，于是就同意了。可婆婆过来和我们住了一阵子后，我很快就发现，婆婆的耳朵似乎有某种屏蔽功能，只听得见老公和公公的话，我说的话，她就像个聋子一样，全部屏蔽在外。老公说他要吃剁椒鱼头，婆婆每隔2天就会做一次剁椒鱼头上桌。公公说他要吃盐焗猪脚，当晚桌上就有盐焗猪脚，还连续做了3天，直到公公说腻了，他才会做其他的菜式。而我说我要吃红烧排骨，好家伙，
当天晚上回家，红烧排骨踪影没看到，却看到一道红烧鱼在桌上，鱼头对着我的位置张开巨大嘴巴，我差点没忍住想吐。我从小就不爱吃鱼，怕鱼刺还怕腥。吃饭时，我尽量远离那条鱼，一口也没吃。婆婆看到我不吃，连忙叫我：青青，怎么不吃鱼呀？你快点尝尝，这可是我大清早起来去挑的新鲜鱼，好难得才碰到的。你们吃吧，我不爱吃鱼。我端着碗吃其他的菜，婆婆又说：多少尝一点嘛，多吃鱼健康又有营养。你天天用电脑耗眼睛，多吃鱼对眼睛也有好处的。公公退休了，找了份保安的工作，晚上不回家吃饭，餐桌上只有我与老公和婆婆在吃饭。可老公这会儿完全像个透明人一样，一点也没注意到我和婆婆的情况。我生气了，端碗使劲扒饭。妈，我不吃鱼，从小就不爱吃，你别逼我吃了。婆婆像没听到一样，把鱼推到我面前。青青，你是不是怕腥啊？不会腥的，我先油炸过了，又放了很多佐料一起做的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不信你尝尝，可好吃了，鸡同鸭讲。我老公张浩低着头，一直在吸溜吸溜地喝着汤，一句帮忙的意思都没有。我那个火蹭蹭蹭的在头顶上冒出来。我说了，我不爱吃就是不爱吃，要是你们吃不完，可以放冰箱或者倒掉。我心想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应该知道我是真的不喜欢，不再强人所难了吧。我也不管他什么反应，端起另外一个碗开始喝汤。放下碗的时候，就见婆婆飞快夹了一个大鱼头放在我饭碗上。乖孩子，快尝尝，鱼头里面的肉可好吃了。张浩想吃，我都不给他吃。我怒得想掀桌子，一想这桌子贵，弄碎了还要花钱买，我当场甩了不值钱的筷子回房间。关门之际，我听到婆婆委屈巴巴的声音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问老公：儿子，我是不是哪做的不好，惹儿媳妇生气了？张浩也被我的动作吓到了，可他抬起头却安慰他妈道：妈，青青不会生你气的，她可能是最近加班压力大，你别放心上。婆婆叹了口气，声音很是嗲的为我健康关心。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压力大，那更要好好吃饭，营养跟上不能挑食啊。你看我辛辛苦苦做的鱼，他一口也不吃，这营养怎么跟得上？我作呕想吐，砰的一声，重重地关了门。02，老公进来安慰我，并再三和我保证，已经说过婆婆了，也问了她怎么不做红烧排骨。婆婆说她要买的菜有点多，就一时没记住。老公说他年纪大了，记忆力有点衰退，让我别和他计较，还说婆婆刚刚想进来和我道歉，被他拦住了。行，我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、专门挑事的儿媳妇，既然他说没记住，那我也就信了。结果没几天，他又开始作妖听不懂了。我通宵加班，早上回到家，老公和公公都去上班了，只有他在餐桌上吃早餐。我看着他说：我加班很累，要睡觉，午饭我就不吃了，吃晚饭就行，你别吵我。说完，我确定他已经听到了，我就回房睡了。结果我刚睡着不到半个时辰，他就在门外敲门了。青青，你快开门，现在天气好，我给你洗一下被子晒晒。我假装没听到继续睡，心想他敲一会儿就走了，没想到他不仅不走，还越敲越大声。青青，你快点开门啊，一会儿我要出门去买菜，就没时间了。我一个鲈鱼打滚起来，你再敲一次，你信不信我等会儿就把你丢出去？外面顿时寂静无声了，非要我发火才会消停，真是贱。只是没一个时辰又开始了，
我睡得迷迷糊糊中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嘈杂声。哎呀，我糊了！每个100，快快给钱给钱！我以为地震了，吓得我从床上滚了下来。而外面搓麻将的声音肆无忌惮地越来越大声了，我被吵得耳膜轰鸣，爬起来就开门出去。婆婆看到我出来，一边打麻将一边问我：“青青，你不是要睡觉吗？怎么起来了？”我大步过去，一把掀了桌子，然后在她骂骂咧咧声中转身出了门去闺蜜家。她气得一拳打在棉花上，黑着脸给老公打电话告状。老公打电话问我的第一句就是朝我喷火：“你和妈又在闹什么矛盾？你知不知道你在他朋友面前让他下不了台？他气得血压飙到了150，你赶紧回去和他道个歉。”我怒火三丈对着电话骂道：“我道你的歉，你咋不问问你妈妈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昨晚通宵，今早才回到家，让他不要吵我。他转头就敲门洗被子，被我骂了，又约人来打麻将，这些他都没有告诉你吧？娘的神经病，一家神经病，全给我滚！”老公被我吼了一通，顿了好几秒才说：“大家都冷静一点。”我没和他再说什么，就挂了电话。我在我闺蜜家住了大半个月，期间她各种打来电话我不接，然后又是微信、短信各种道歉和哄我，并说把婆婆狠狠臭骂了一顿，她以后都不敢了。我也没有理她，她可能感觉到了危机感，买了平时舍不得买的金银首饰给我，一共有一个金戒指，一条金项链，还有一个金手镯和手表，还有一条我想买很久却一直都舍不得买的裙子，很大手笔。我和老公彼此是自由恋爱的，在婆婆过来之前，我们的感情很好。我认真想了想我们之前的事，觉得日子以后还要过下去，我们各自让一步，但有条件，她再作妖，那就送她回乡下。老公同意了，我也就从闺蜜这儿回家了。我回去住了1个星期，发现她确实改变了很多。看样子，老公确实是将她狠狠地骂了一顿，一副怕惹到我，和我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妈的，搞得我是恶媳妇，欺负了她似的。不过她有这样的觉悟，怕我也好，这样我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可没过几天，她就又来了：“青青，快来吃芒果。”我刚刚尝了一口，可甜了。我一听到芒果2个字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今天是周末，老公和公公也休息在家，他们在下象棋，我就在客厅里玩拼图。婆婆从外面回来就进了厨房，很快就端出一盘已经切好的芒果，先拿2块去给公公和老公，他们忙着下棋，摆了摆手让放在一边，等会儿吃。婆婆就拿个碗装着放在他们身边，不再出声了。到了我这，就整碟芒果放在我面前，催促我道：“青青，别玩了，先吃芒果，这是在果树上成熟的，我去果园刚刚摘下来的，可甜了，你快快尝一块。”我记得很清楚，她搬进来和我们住的那天，我就已经和她明确说过了，我对芒果过敏，一点都不能碰，一碰到就嘴巴红肿，全身起疹子。这是老公亲眼见证过的，当时还拿出我出疹子的照片给他看。婆婆瞄了照片一眼，嘀咕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咋有人会对芒果过敏的？我看哪是过敏呢，没准是吃了刚刚喷过农药的芒果中毒了。”我当时没把她这句话放心上，没想到才没几天，她就买来芒果毒害我来了。我把芒果推开，我对芒果过敏，不能吃的。刚刚老公和公公对她说，等会再吃。她听懂了，就把芒果放在一边，没有再打扰他们。可到了我这，她又像个聋子一样了，没听到我说过敏不能吃，反而道：“
青青，这个芒果我再三和老板确认过了，这是上好的红芒果，不打农药的，可以放心吃。我冷眼看着他，我只是对芒果过敏，和打不打农药没有关系。快吃吧，今年雨水多，芒果长得特别好又甜，你快吃来看看是不是？吃个聋子。我心里直吐芬芳，低头玩拼图，没再理他，他也没再出声了。没一会儿，他就进厨房去了，听声音，好像在里面切什么东西。我懒得理他，继续玩我的海边别墅拼图。可没一会儿，他就给我端来一杯红色果汁。青青，喝杯果汁，我刚刚加了很多冰块进去，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的。我玩了一下午拼图，确实是有点口渴了，想也没想就端起来喝了一口，刚刚咽下去，我就觉得那味道有点不对劲了。妈，这是火龙果果汁吗？婆婆笑着看我，还一脸想邀功的模样道：是啊，不过我加了几块芒果进去，怎么样？味道是不是特别好喝？一听果汁里面有芒果，我也顾不上发火了，就拼命跑去厕所抠喉咙想吐出来，可都喝下去了。我抠到喉咙肿痛，也吐不出来一点。我冲他怒吼：我都说了我芒果过敏不能吃，你到底是聋子还是神经病，听不懂人话呀？婆婆被我吼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，可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还在为自己努力辩解。我只是放了一点点芒果而已，不是放很多的，就吃一点点没事的，又不是一整个都吃下去了。我气得就想拿起花盆砸他头上，公公和老公连忙走过来拦住了。公公连忙将他扯到一边，严厉地道：你就少说两句，孩子都说过敏不能吃了，你怎么非要这么顽固叫他吃？婆婆声泪俱下：那芒果这么大，切了不吃就浪费了，我只是不想浪费嘛，那你就自己吃啊。说着，公公一把将他扯回房间了。客厅里，老公给我倒了一杯热水。刚刚公公都知道是婆婆的错，可在老公眼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喝杯水，妈读书不多，不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你消消气，我一会儿去找她说一下。我冷笑，她还不知道，你让她别装了。你那天给她看了我之前过敏的照片了，这日子真是一天也没法过了。你赶紧的将她送回乡下去，即使是这样，她还是为婆婆说话，你别动不动就让送她回去行不行？这是妈可能是做的不对，但她看了你之前长红疹的照片，她觉得是起了疹子，过一会就好了。可她并不知道过敏是有危害的，我等会说一下她就知道后果很严重。不敢了。我冷漠地看着她，不再出声。她站在婆婆那边，我就是说烂了这张嘴都说不过她。看来网上流传那句话真的很实用，拿来验证男人。你觉得他对你好，你动一下他妈试一试，我家这个就更厉害了，说不得他妈半句的。老公看我不说话了，态度缓和了下来，他坐在我身边，仔细看着我脸上的变化，心存侥幸道：青青，可能真的像妈说的一样，就吃了一点点而已，不是一整个，可能真的会没事的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他好陌生，让我有种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他一样。听听，他说的是什么畜生话？他一个985院校出来的高材生，竟然像个文盲一样无知愚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不是无知愚蠢，只是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，没有损害到他的身体和利益，他觉得无关痛痒罢了。我忍不住想，我们谈恋爱3年，结婚1年生活的情景，在他妈妈过来和我们生活之前，我们是那么的惺惺相惜和充满理智。他妈妈过来之后，这些全部不复存在了，仅剩下的就是他觉得我不体谅他妈，故意没事找事。呵，
男人即使是喝了一口，我还是过敏了，全身都起了红疹，还伴随有呼吸困难的症状。老公看着我越来越青紫色的唇，并且脸上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起了红色的疹子，他这才感到紧张，连忙将公公婆婆喊出来，手忙脚乱地送我去医院。一路上，婆婆还在念念叨叨，那个老板是骗人的，这芒果分明是刚刚打过农药的，我明天去找他说理去。我气得就想将他踹下车，可身上越来越难受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快速给我打了过敏针，忍不住对我说了一句：明知道自己对芒果过敏还要吃，年轻人要玩命也不是这样玩的。我直接把婆婆推出去，医生，要我命的人就是他。医生眼神复杂地看了婆婆一眼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特意嘱咐了一句：这段时间不能吃发物，不然这些红疹退不了，要毁容的。这句话他是对婆婆说的，可能医生觉得老人不懂，就特意说得严重一点，让老人家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可医生不知道，我现在这样，正是婆婆想要的。瞧她一脸假惺惺的模样，她还觉得我这样还不够严重，赶紧问医生我要忌口的食物，哪些东西是她不能吃的。医生看了她一眼，说虾、羊肉、牛肉都是不能吃的。婆婆很认真地点了点头，我在心里呵呵，她一定会做给我吃的。果然，接下来我在家休养不能上班的2个星期，她天天变着花样做这几样菜，我一样都没吃，她就不厌其烦的一样样为我介绍，我连个眼神都没给她。公公说了她一句：医生说了，这些都是要忌口不能吃的，你自己吃，别祸害孩子。婆婆这才消停，而我老公则像是8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一样，埋头就吃，一点也没觉得他妈妈的做法过分。回到房间，我忍不住朝他讥讽：你看到了吧，他就是故意的。老公说，妈的性格就是那样，下次你别开口，他就不会继续往下说了，不然你要开口了，他能念叨一天的。其实他每天做饭也挺矛盾的，你看我们4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他就要每天都变着花样做4道菜，这是要换作是我也不能做到。下次他做了你不喜欢吃的菜，你直接不吃就行了。我很冷静地看着他说出这堆话，最后却是一个字都没有说。我在想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，真的要像他说的那样，攒够失望了就离开。可他毕竟是我自己挑的男人，我对他仍抱有希望。可我也没想到，我只会越来越失望。这是没多久，婆婆又作妖了。这一次她可厉害了，还把我妈气进了医院。我也彻底的不再对张浩抱有希望了。可就这么离开，我不甘心，至少在离开之前，该还给他们的一笔都不能少。2个星期后，是我和老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。在我娘家那边有个习俗，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这天，我和老公要回娘家，还要在婆家这边抓2只活鸡跟着我们回娘家。我说的活鸡，就是还活着、活蹦乱跳那种的。我提前1个星期和婆婆说了，我妈和我再三强调了，要2只活鸡，不能杀掉的。你尽量挑2只精神状态好点的，千万不要搞错了。婆婆微笑着点头，放心吧，是活鸡来的，妈早就和卖家老板定好了，错不了的。到了我和老公回娘家这天，婆婆起得比我们早，她一看我们下楼，就马上对我们说了，2只鸡已经放好在后备箱了。我再三向婆婆确认，妈，是活鸡吧？我妈挑剔也迷信，要是我抓了死鸡过去，她能将我剥下来一层皮。婆婆笑得眉眼弯弯，放心吧，是活的鸡，那个皮呀，色泽很好涂，你妈妈看到
准会喜欢的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我老公在一旁忍不住插话：“你就放心吧，你都提前和妈说了，她一大早上就起床准备了，不会出错的。”呵呵，他给我整出来的幺蛾子还算少吗？我们到了车旁边，我示意老公打开，让我看一眼。我对婆婆不信任，她很不悦，但还是打开了后备箱。我们的车是 SUV， 宽敞的后备箱里面放着一个行李箱大的纸皮箱，防止鸡跑出来。纸箱已经用胶带把开口封住了，四周还开了2个孔透气。老公挑眉示意我看，我就说妈办事不会有错的，还开了孔给鸡透气，这一路上不会闷到他们的。我看着异常安静的纸皮箱，没有听到鸡叫，还是觉得不放心，连忙示意老公打开。太安静了吧？你把纸皮箱打开我看一眼。老公觉得麻烦，也觉得我当着他妈的面质疑他妈办事很不应该，他顿时来了脾气：“有你这样做人的吗？妈一早上就起来准备了，你没说一句辛苦就算了，还在这挑刺，下次要办什么事，还是你自己去办吧，别使唤我妈了。”我本来想和他大吵一架的，但想着我妈让我们早点到，就一路忍了下来。老公也全程黑着脸，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1个时辰后，我们的车稳稳停在我爸妈家门口，我爸妈和弟弟在门口等着了。我妈先过来的，马上拿出2个厚厚的红包给我们，祝我们的日子就如这红包一样红红火火。也许是我妈给的红包厚度够大，老公的黑脸消了下去，一下车就对我爸万般热情，还贴心地问我弟暑假想去哪里玩。他带我弟去，我看了他们一眼，赶紧将后备箱打开了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一路上只顾着生气，根本就没留意过纸皮箱里面2只鸡的动静。我努力回想，这一路上1个多小时，好像没有听过他们发出一点声音，该不会是闷死了吧？我妈2只手抱起了纸皮箱。哎呀，你婆婆真有心了，她挑的这2只鸡好沉。听到我妈赞，我老公快速走过来对我妈说：“妈，这2只鸡，我妈提前2个星期就和养鸡场老板订好了，怕搞错了，还专门嘱咐老板，让老板单独放1个鸡笼养着。”我妈笑得眉眼弯弯，你妈办事可真是细心。我妈抱着纸皮箱，脚步飞快地回了家。老公停下脚步，挑眉看向我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：“看，连你妈都赞我妈办事细心，就你事多。”我半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快速地向家里走。刚走到院子，就听到我妈的尖叫声。我连忙进去，我妈正好冲出来和我撞个满怀。我还没开口说话，我妈就暴躁地掐住了我耳朵，骂道：“你个死丫头！我是怎么和你说的？我都和你说了几百遍了，要你捉活鸡回来，你听哪去了？你的耳朵生来不是为了听话的，那我今天就把它们都扯下来。”我在我妈的盛怒声中，抬头看向已经被我妈拆开的纸皮箱，只见1个很大的不锈钢盆，2只已经杀好的鸡被开膛破肚躺在那，旁边是已经清理好的鸡肠鸡肾，还有2坨红色的鸡血也不放过，一并打包过来了。我心头那个火比我妈还旺盛，朝外吼道：“张浩，你给我死过来！”老公从外面进来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我吼，他满脸不高兴。我管他高不高兴，一脚将他踹到不锈钢盆前：“你好好给我看清楚，你妈给我们准备的活鸡！”老公一个猝不及防被我踹倒，刚好就跪在不锈钢盆面前，鸡头正对着他脸，鸡眼睛死不瞑目看着他。这看着2只被扒光毛光秃秃的鸡，一瞬间他脸上尴尬的5颜6色都有，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我妈也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，
但不愿挑起我和婆婆的矛盾。她说了句圆场话：算了，百无禁忌，大吉大利。没准是你没说清楚，你婆婆搞错了。妈，不是我没说清楚，我已经和她说得很明白了，她就是故意的。我给她免提打电话，你们谁都不许出声。我看着老公拨打婆婆的电话，婆婆的声音通过外放传了出来：喂，青青，回到你妈妈家了吗？她看了鸡，是不是很喜欢？我声音冰冷：回到了。我妈不喜欢你的鸡，鸡怎么了？我不是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要捉2只活鸡回来，不是死鸡。她又开始耳聋了。青青，千真万确，它们都是活鸡呀，活得好好的我才杀的。行，你说是活鸡就是活鸡，那我也和你说过，让你千万不要杀。你现在把它们都杀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青青，这真的是活鸡呀，是我花费了一早上功夫宰杀好的，我都累得腰疼了，等会可能要去看看医生。我看你要看的是神经病医生。青青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等会要早点回来，带我上医院去看看是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难得回一趟娘家，在你妈那玩久一点。我努力克制住不让自己挂电话，毕竟后面的才是精彩的。我不和你说了，你和你儿子去说吧。张浩听完我和婆婆的对话，整张脸的颜色一直在黑与白之间来回切换，显然他也被他妈的做法气到了。他不想接电话，被我妈瞪了一眼，他只好把电话接了过来，压低声音和她道：妈，青青不是都和你说清楚了吗？是要捉活鸡回来的，你怎么把他们都杀了？你说神奇不神奇？电话一到他儿子手上，他马上就不耳聋了。哎呀，我的傻儿子，你的车是刚刚新买的，捉活鸡回去，万一跑出来拉屎在车上，这可不就糟蹋车吗？反正都是捉鸡回去，我帮亲家都杀好了，还不用他动手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张浩已经在竭力忍耐脾气，可语气中已经听出来他的怒火了。妈，弄脏车不是问题，洗一下就好了，是这边的习俗。新女婿第1年周年纪念日回来，必须要捉的活鸡，意味着生活美满，和和美美。你不用管他们的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一会要活的，一会要死，还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，这都是惯的。我可不惯着他们，依我看，他们就是多专搞封建那套，宰杀好的鸡又怎么样了？我5点钟就起床杀鸡了，他们要是不要，你就给我把鸡带回来，我给你炖鸡汤喝。你，我妈已经忍不住了，对着电话就吼了起来。原来我女儿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在我女儿面前一套，在你儿子面前又是一套，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啊？你这神经病医院都不收的死老太婆，我女儿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张浩怕他们在电话里面吵起来，连忙挂了电话。我妈正在盛怒中，给他打回去。张浩不打，我妈把我的手机夺了过去扔给我，给我打给那个神经病。我准备拨号，张浩声音飘了过来：妈，不就是2只鸡吗？你们要活的，不要我妈杀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买2只活鸡回来就是了。可你也没必要骂我妈是神经病吧？她早上5点就起来杀鸡了，现在腰疼得直不起腰，你们不体谅就算了，还骂她。我妈看着张浩一顿疯狂输出，气得紧紧捂住胸口，对我骂道：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找的好男人。说完，我妈就一头栽倒在地。妈，我爸和我弟连忙将我妈搀扶起来，我爸狠狠地掐她人中，也没有办法将她弄醒。我们都吓得白了脸色。张浩想来帮忙，我过去将他推开了。不用你来，你妈杀鸡把腰都累坏了，你先回去带她去医院看看，别一会儿耽误了，留下祸根。张浩看我妈都晕了，
也很紧张。青青，我刚刚不是故意说要，我打断他，你还杵在这里不走，是想等我妈醒了再气她一次吗？后来张浩还是一个人先回去了，我在妈这儿待了1个星期，等她出院情绪稳定下来了，我才回去的。张浩也许真的很严厉地呵斥他妈了。婆婆看到我回来，连忙对我斟茶递水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，不提我妈的事，仿佛就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吃饭时，婆婆做了一桌子菜，全是我爱吃的，把我当成祖宗来供，但还是能看得出来，她脸上的表情是十分不情愿，估计做这些也是碍于张浩。只是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这一次回来，专门请了1个月年假在家作妖。我将桌上爱吃的菜一扫而空，拿起纸巾擦完嘴，就像舔狗一样说婆婆这阵子辛苦了，还说让她腰疼就歇着，以后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我干，不用她干。在母子2人一副见鬼的神情中，我转身回了房间。婆婆一脸不敢置信看向老公，儿子，青青她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次回来，张浩很怕我，眼神都不敢多瞧我一眼，他也看不透我葫芦里要卖什么药。妈，你这次就别给他找麻烦了，你再闹下去，丈母娘下次就该杀到我们家了。婆婆没好气地瞪了张浩一眼，知道了，妈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。妈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那你就等着我们离婚吧。他丢下一句狠话就去加班了。我在床上刷剧刷到12点多，等客厅外面彻底没有动静了，我开门出去拿来吸尘器，站在婆婆房门口大力拍她的门。妈，你快起来给我开门，我要拖地了。楼上楼下邻居带着孩子回乡下过暑假了，我闹出再大的动静也不怕扰民。咚，一声巨响从婆婆房间传出来，可能是她撞到了，对着我骂骂咧咧：“你有病是不是？3更半夜你拖什么地呀？明天早上再拖。”妈，你起来了吗？我准备进来了。我直接屏蔽她的话，把吸尘器开到能把耳朵震到轰鸣那种，拧开门走了进去，对着她房间的地板认真吸尘。不就是作妖吗？搞得谁不会似的。吸尘器轰轰作响的声音吵得婆婆气急败坏跳起来：“出去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个神经病！现在几点钟你不知道吗？给我出去！我要睡觉。看，真刺到自己了，终于知道痛了吧？”我微笑看着她：“妈，你要喝水呀？我现在没有空给你倒，你出去自己倒吧。神经病！谁要喝水呀？我让你出去。我的房间不用你拖地。妈，我知道窗帘也好久没洗了，你放心，等会我拖完地就给你洗窗帘，不用你提醒我的。”我把吸尘器对到她脸上，婆婆不敢靠近我，气得脸色铁黑，骂我：“沈青青，你个聋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？我之前没按你说的做，你现在故意报复回来是不是？终于承认了吧？你一直都懂，只是装的。不过我这次哪到哪呀？妈，你快睡吧。我听说你这个年纪的人，晚上最多只能睡4个时辰的，现在都快3点了，你再不睡就天亮了。”婆婆看向床头的钟，气得对着我又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我就在她盛怒的眼神中拆窗帘、拆被子，把她房间能拆的东西全都拆了，丢进洗衣机清洗。终于折腾到6点，她困得双眼冒血丝，我也终于停了下来。婆婆松了口气，正想倒床就睡，我马上道：“妈，你快去做早饭吧，张浩一会下夜班回来就要吃了。”婆婆的眼神此刻恨不得杀了我。我懒得理她，转身就出门去酒店开房睡觉。等我睡醒，一看未知来电有100多个，全是张浩和我爸妈打的。我给我爸妈回了个电话，
然后去吃海底捞。傍晚回家路过奶茶店的时候，我这才想起来，老妖婆对茉莉花过敏。有一次，我在我爸妈家带了些茉莉花茶回来，她看也不看就冲来喝了，结果没几分钟，她就全身起了又大又红的疹子，在医院挂了1个星期的水才退下去。张浩也分明知道这个，竟然还敢舔着脸说他不懂过敏的严重性。我越想越气，不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实在难咽下这口气。我进店买了3杯茉莉蜜茶，让老板用不同颜色图案的杯子装好。到家的时候，母子2人正在吃饭，他们一看到我回来，脸顿时就黑了。我赶在他们开口之前，马上笑意盈盈地开口：“妈，我刚刚路过奶茶店，给你买了杯奶茶，等会喝了解腻。婆婆想就昨晚的事冲我发难。”张浩适时地开了口：“妈，青青难得一片孝心，你就喝吧，别和她计较了。”我赶紧表态：“对，我昨晚也是糊涂了，竟然3更半夜起来搞卫生，还吵着妈睡觉了，这确实是太不应该了，以后不会了。”婆婆看我态度诚恳，这才接过茶喝了起来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她裸露在外的皮肤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起了红疹。她看向我：“你买的是什么茶？茉莉蜜茶呀？”婆婆大怒：“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我对茉莉花过敏，不能碰的。”我一脸无辜：“是吗？我怎么没听你和张浩说过？去年我喝了你带回来的茉莉花茶，结果过敏了，差点窒息。你不是知道吗？我要是再喝多一点，直接就没命了。”哦，原来你还知道，你过敏会要人命的呀？那我过敏就百毒不侵了是吗？我看着他，用他以前的话说：“没事，你就喝了1杯而已，又不是喝1大桶，就1杯，喝得少不会有问题的。”他气得想杀了我，可他身上实在太痒了，只好跟着他儿子先去医院。我也去医院了，难得老妖婆住院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怎么能不去作妖呢？她过敏严重，医生给她开了单住院。我主动提出来要照顾她，老公看着我犹豫，婆婆马上大喊不同意。可老公要去出差几天，没办法，只好同意了，让我照顾婆婆。老公走了，婆婆只好认命了，但她可不会停止对我作妖。老公一走，她马上就对我大呼小叫：“沈青青，给我倒杯水来，我要喝水。”我装没听见，坐在隔壁床和2个阿姨聊天：“阿姨，吃早餐了吗？我等会儿出去，要不要帮你们带点什么呀？”2个阿姨身边都没有家属在，一听我要出去，连忙说：“确实有东西要买，麻烦我帮忙带。”我把他们要买的东西记下来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就熟了起来。婆婆在那彻底不耐烦了：“沈青青，你死了吗？我叫你给我带杯水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我还是不理她。另一个阿姨推了推我：“你婆婆叫你了，你先去给她倒水吧。”我笑了笑，道：“阿姨，你是不知道我婆婆的性子，她呀，哪是想喝水，只是想使唤我而已。在家里呀，我和她说什么，她都听不见的。我通宵加班回家睡觉，让她不要吵我，她马上约人来打麻将。我说不能吃芒果，她马上榨成果汁给我。我把婆婆对我做的恶事全部和2个阿姨说了，2个阿姨顿时目瞪口呆了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啊？也就是你善良，要换作是我早就一巴掌扇她脸上了。就是你这么好的媳妇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你就该给她点颜色看看。老毒妇，太可恶了！2个阿姨给我出招，婆婆看不下去了，暴怒喊道：“你们几个小贱蹄子，在那骂谁恶毒？再让我听见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！”2个阿姨都不是省油的灯，
他们迅速和婆婆对骂起来。婆婆一张嘴说不过两张嘴，直被他们骂得体无完肤，嘴巴又干又渴，向我祈求道：“青青，是妈错了，妈这次是真的饿了，你给我倒杯水好吗？”我掏掏耳朵：“妈，你说你妈累了要休息啊？好，你休息吧，我在这守着。”婆婆气得要撕碎我：“你个贱妇！我说我要喝水，你累了就快睡吧。”婆婆彻底抓狂了，在那大喊大叫，把护士都引来警告了。我只好给她倒了杯水，不过是冷的。她刚刚吵架，吵得喉咙正滚烫，一冷一热刺激。第二天她说话的声音就变成吐字不清的哑公嗓了。我心里乐开了花。她打电话和她儿子告我状，可是又说不清楚。她儿子不耐烦了：“烦死了，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有事和青青说。”我正忙着，婆婆怒地把手机砸了出去，正好砸到进来交班的护士头上。护士大叫一声，鲜血就从额头上冒出来。护士捂住额头，将她臭骂了一顿。她气得脸色铁黑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最后，护士让她赔偿，她把目光看向我，我懒得理她。她忍痛赔了2000块钱，护士这才罢休。可她看我的眼神，就恨不得吃了我一样，好像是我害她的一样。呵，事到如今，她仍然还不觉得是自己错了。没事，我会让她知错的。婆婆在医院住了5天才回家，一回到床上倒头就睡，实在是这5天在医院里，她一天都没睡过觉，因为她得罪了护士，又得罪了2个阿姨，他们3个都轮流起来给她找麻烦。我听到她的鼾声从房间传来，睡得正香嘛，太好了，我又要做妖了。我把家里所有碗碟筷子搬出来清洗，乒乒乓乓的声音把婆婆又震出来了。她看到我的动作，脸皮抽搐，大吼大叫：“你怎么又来搞这些了？别搞了，你快别搞了，等我明天起来搞吧。你这样搞下去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我吹着手上的泡泡，笑得一脸舔狗：“妈，我都说了，以后的家务我会全包的，你不用夸我能干的，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她终于体会到鸡同鸭讲的滋味了，像只母老虎一样把我拽了起来：“你作死是不是？你再敢装聋作哑，我就撕烂你这张嘴！”我顺势往地上一倒，哎呦，好疼！妈，我是做错了什么？你干嘛打我？我的腰不会是断了吧？好痛好痛啊！妈，你怎么能踹我的腰？快痛死我了！我声音很大，把痛苦的表情表演得淋漓尽致。婆婆没想到我这么能演，刻薄的五官再也维持不了平静了，气得她抓起一只盘子摔到我脚上，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脚趾，鲜血流了出来。婆婆却恶毒地笑了：“你个贱人，不是说我打你吗？小小年纪就学这种烂招！我告诉你，我玩这种招的时候，你都还没出世。你放心，你既然这么想我打你，那我就让你如愿。”婆婆面孔狰狞，又抓起一只碗狠狠砸到我身上。殊不知，我要的就是这效果。就在她扔第3只碗的时候，楼上的邻居突然跑来阳台冲我们大喊：“老妖婆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警察等会就来把你这虐待儿媳妇的刁妇给抓进去。青青，你别怕，我马上下楼去帮你。”哎呦，我的好邻居，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邻居以前受过婆婆的虐待，和老公离婚了，最憎恨这种恶毒婆婆。我昨天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了，这才在她面前演的这出。虽然脚上受了点伤，但是值啊！警察很快就上门了。一开门，邻居和警察就向我们冲了进来。邻居抱着我安慰，警察看一眼地上的狼藉，心里对婆婆虐待儿媳妇的事也十有八九了。
婆婆看到警察真的上门了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不但拒绝配合警察的调查，还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贱人，谁打你了？你赶紧和警察解释清楚，分明是你在故意栽赃我。”回到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，婆婆还是不承认打了我。邻居这时候站出来，放出一张照片给警察看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亲眼看见他打了，我还拍了照片的，照片拍得恰到好处。婆婆正拿起一只碗砸到我身上，有人证物证，我身上还有伤。”警察不再听婆婆解释，直接将她定了殴打他人的罪名，罚款500，关押15天教育。我走出警察局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张浩正在门口等我，一看到我出来，就对我大声呵斥：“沈青青，你为什么要陷害妈打你？如果你是为了你妈妈住院的事记恨她，那就打我出气就是了。你干嘛要用这种阴招来对付她？你还是人吗？她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让她拘留15天？你赶紧跟我进去和警察说清楚，就说这是误会。”张浩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拽着我就往里面走。我脚上还受着伤，挣脱不了，只能任由他拽着。邻居还没回去，他看到张浩拽着我，顿时像只母豹冲过来，将我从他手上解救出来。邻居紧紧护着我，然后甩给他一张打印好的照片：“渣男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可不是误会。”张浩看着照片，盛怒的表情顿时干瘪了下去，但仍然不相信婆婆会打人，说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他说到最后的时候，直接跪下来求我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先去让警察把婆婆放出来，他会让婆婆好好的和我道歉的。我看着眼前我曾爱过的男人，叹了口气，最终走开了。太迟了，在他们母子把我妈气进医院，差点就丢了命那天起，我就对他不作为的态度寒了心。他眼里他妈才是最重要的，我连根草都不是。既然如此，不要也罢。婆婆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她虐待儿媳妇的事被邻居广贴照片宣传，现在这事不仅在我们小区里面传遍了，大家快看，那个天天装聋扮哑殴打儿媳妇的老妖婆从警察局回来了。喂，老妖婆，你给我们滚出我们小区，我们这不欢迎你。就是老毒妇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大家都离他远点。他可能不只有装聋扮哑的病，还有神经病，别等会被他逮住了咬，那就吃大亏了。婆婆刚回到小区门口，就有一堆七大姑八大姨围着婆婆臭骂。婆婆一开始不理，最后实在是忍不住就骂了几句，于是那些大姨们更加激动了，还对婆婆动起手来。婆婆忍无可忍，逮住一个不参与进来的老实阿姨，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怒骂：“该死的小贱蹄子，我就是殴打儿媳妇了，怎么着？你们管得着吗？你们这么爱为他强出头？有本事就来呀！来一个老娘打一个，来2个老娘打一双。”这个老实阿姨看着老实，可人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她挺起身躯一撞，把婆婆狠狠撞倒在地，然后就骑在婆婆身上，对婆婆左右开弓，只把她打得晕头转向，鼻青脸肿才放开她。小贱蹄子，你刚刚骂谁呀？我让你骂，让你骂，我就撕烂你这张嘴，让你骂不出来。老实阿姨打累了才起来，还朝婆婆啐了一口水。此时婆婆仿佛一具死尸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可是等老实阿姨转身就走的时候，她突然从地上起来，也不知道在哪里捡了一根棍子，就朝老实阿姨的肚子捅去，鲜血顿时如注喷出来。老实阿姨倒下了，婆婆整个人傻了，人群大喊杀人了，场面一度混乱。警察又来了，婆婆被带走了。老公知道这件事，他很搞笑，
怪我为什么没拦着点。后来老实阿姨捡回了一条命，婆婆以故意伤害罪判了20年，看来她这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老公也因为这事颓靡了很久，他不知道我们之前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不过也或许他一直都知道原因，只是不想说他妈而已，不重要了。我和张浩的婚姻仅维持1年就结束了，大家都很冷静地去了民政局，平静地签了字。我带上行李回家的时候，正好在列车上看到邻居带着女儿也在车上，这要巧，我向他走过去，邻居回我，还有更巧的，我家就在你家隔壁。邻居说，那天在警察局看了我的身份证才知道，我们都是隔壁村的。我向他笑笑，回家后来我家玩，他眼底有光，笑着答应。好，看来她已经从被老公家暴和婆婆虐待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